蛙家开箱过的好物都在蛙家虾皮清单，详情请看资讯栏。有些收纳品看起来很实用，可以收纳很多东西，但买回来到自己手上却变成不知道该怎么用的商品。什么样的收纳品应该别买？该买哪一种才更好用？今天就跟着蛙家一起来看避免踩雷的收纳品选购秘诀吧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选购收纳盒容易一不小心 NG 犯错的，就是买了圆弧形的收纳盒。圆弧形收纳盒弧形越大越浪费，如果放在抽屉当分隔盒，这些圆弧的位置都不会被使用到。抽屉分隔盒要选这种接近直角的收纳盒才好用。比对一下，直角跟圆弧空间使用率差蛮多的。直角设计不浪费空间，小地方都能用到。直角设计的收纳盒排放在抽屉或柜子里，可以有效做出分隔，让抽屉、柜子有更好的收纳效率。选购收纳盒的时候，你有注意过收纳盒四边是否垂直？开口跟底部是不是一样大吗？你看，有些收纳盒的四边不是垂直，而是像这样斜边。盒子底部其实小很多，盒底变窄会影响收纳量，浪费空间，没办法达到最大收纳效果。挑选收纳盒的时候，注意收纳盒四边是否垂直，越方正的收纳量越大。排放在柜子里的时候，使用率越高，用来做分隔也会更方便。鸡蛋要保鲜，建议放进收纳盒后，再保存到冷藏室内部，维持冷度才能保鲜。但要注意，鸡蛋有大有小，不会都长一样，所以挑选时要注意，要买高度够高、蛋架空间不要太小的蛋盒才好用。这种收纳盒上面有凹槽，强调方便叠高，但这样反而限制空间，比较大颗的鸡蛋放进去，很容易就被压迫。再看看这款，鸡蛋放进去高度比较高，盖起来不会压到蛋壳，蛋架也比较大，但它的蛋架是一片隔板。小颗一点的鸡蛋放进来比较会晃动，大颗一点的又会放不进去。还有这种蛋架做成鸡蛋形状，鸡蛋放进来比较稳定，不怕撞，而且不管大颗小颗，蛋放进去都蛮稳固的。这款是小北百货买的，这款是乐扣的，另外这款会破的是虾皮买到的。以上给大家做选购参考哦。非常多人觉得难用的收纳箱，第一名应该是它——斜取式收纳箱。这种斜取式收纳箱不好拿，最大的原因是开口侧设计的又斜又深，取物时很难伸到底，放在底部的东西不好拿出来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侧开收纳箱的便利性，可以选购这种平面侧开的收纳箱，没有斜度问题，手容易伸到底，眼睛也看得到里面。这样取物方便很多，而且有侧开的便利性。这种收纳箱还有折叠款的，我们这次买的就是可折叠，非常容易收起来，不占空间。这种收纳箱虽然可堆叠，但有些材质软，压了会凹下去，选购时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如果已经买了斜取式收纳箱，不必急着丢，可以把它用来收不必经常拿来拿去的东西，备用品，例如卫生纸、口罩等。喜欢侧开可取物，又希望可以堆叠，其实也可以选择抽屉式的收纳箱。抽屉可以整个拉出来，拿物品更方便实用哦。购物网站只要搜寻衣物收纳，一定会跳出这种多格衣物收纳盒。这种多格衣物收纳盒依照格子收衣服，虽然整齐，但因为有格子，限制了收纳数量。一格只放一件衣服有点太空，但想多塞一件衣服又挤不下，反而让收纳量失去弹性，效益不够高。想在衣柜增加收纳盒直立收纳衣服，可以选附有把手位置、方便推拉的收纳盒。衣服直立收在盒内，随着衣服厚度可以直接调整，塞一下也无妨。有把手，放到高处要拿取也方便。放到有点深的衣柜也很好拿，也可以选择更透气的收纳篮，把衣柜空间充分利用。另外还有这种分隔很多的衣物收纳盒，这种收纳盒适合收纳贴身衣物或配件，放抽屉做分隔。但分隔太多的收纳盒也不见得就更好用，反而可能限制更多。
现在还有这种连结式的小分隔盒，可以更自由的组搭，跟大一点的收纳盒搭配使用，空间利用率更高哦。透明收纳盒与不透明收纳盒各有优缺点，要依照你的使用习惯、放置位置来决定该选哪一种。透明收纳盒的好处就是一目了然，可以看清楚里面放了什么，但缺点是如果排列在一起时，可能让视觉显得很凌乱。所以透明收纳盒最好尽量收纳同色系、种类相同的物品，避免视觉看起来凌乱。另外，透明或半透明收纳盒适合放在一眼就能找到东西的地方，橱柜里收纳药品就很适合。不透明收纳盒与透明收纳盒的优缺点正好相反，不透明收纳盒适合放在开放的层架或柜子里收杂物。如果怕找不到东西，可以在收纳盒贴上标签做标示，就很方便找到要用的物品。不织布鞋架超级便宜，一组设置不用100元，但这个商品真的不推。这些便宜的不织布鞋架耐重不高，耐用度也不是很好，轻轻一刮马上就刮破，使用不久就可能压坏或压破，而且很容易就从车缝处破损裂开。不织布收纳品用久了很容易碎裂，像这样碎屑很难清理。像这种同类材质的收纳盒，除了和不织布有同样的问题外，架子不耐重，还可能会生锈，还容易因潮湿而发霉。你看，上面都是黄斑，要买的话，最好多考虑一下。选择收纳箱盒时，要先想好盒子买回家后要放在什么位置，收哪些物品，这样才能选择适合的收纳盒。下单之前，先看蛙家的影片，你的荷包就不会瘦太快。亲爱的蛙粉们，下次再见喽！接下来是蛙家的 Q&A 时间，我们来回答一些网友提问。在蔬菜保鲜技巧总整理这支影片里，有网友问到：请问芹菜可以冷冻保存，那要先清洗擦干吗？可冷冻保存多久？豆芽菜泡水冷藏可以放多久？也要先洗过再保存吗？芹菜可以切丁之后再冷冻保存，但要先去除芹菜叶后洗净、晾干、擦干后再切，切末或切段都可以。放保鲜袋冷冻可保存约1个月。要煮的时候直接下锅就好，不需要退冰。豆芽菜放保鲜盒内泡水保存，经我们实验，放冷藏至少可保存7天。冷冻的话，先把豆芽菜清洗沥干后，再装保鲜袋放冷冻，约可冷冻3个礼拜。记得一样直接煮，不要退冰哦。任何疑难杂症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追踪 IG 看秘籍，加入社团，还有各种达人帮你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